解放军实行围台军演，将台岛包围后，台当局还在嘴硬，说解放军的军舰都是花架子，中看不中用，最后还来找台军帮忙。来看详细情况如何。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密财户，我是虎妞。我军举行的为期3天的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如今已经圆满结束。本次演习出动的战机和舰艇都是实弹状态，并且雷达也处于开启状态，还对目标实现了锁定。只不过这次的演习是模拟打击演习，并没有实弹发射。但这也让台当局吓得够呛，因为这被雷达锁定可是实打实的，距离开火只差个按按钮的最后一步。在演习开始时，我军就对台岛实现了全面包围。海军舰艇不但在台岛周边开启了战备警巡，台岛上空也遍布解放军的军机。之前台岛花莲地区连续传来的4声爆响，就很有可能是歼20在上空超音速飞行产生的音爆。而面对解放军的包围，台当局自然是要找回面子的。岛上一名叫做王定宇的台当局人士就开始在网上撒谎，称解放军的军舰中看不中用，到头来还得台军的战舰来帮忙。按照此人的说法，由于这2天的海况不佳，而美菲史上最大规模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又马上就要开始了。为了能够尽快交差了事，解放军05C 护卫舰舟山舰通过无线电广播喊话的方式，通知附近正在执行监视的台海巡船，希望他们能够靠得更近一点，好让自己能够拍照记录下来去交差。换句话说，就是我军希望台海巡署的舰艇能够靠近一点，只要台海巡署的舰艇靠近了，然后舟山舰上的解放军就能拍照记录，说是和台舰艇在海上展开了一场对峙，以这场对峙来当做这场演习的收获来交差。并且在最后，此人还认为，即便是解放军的舰艇，不但舰龄新、吨位还大，比台军舰艇要强得多，但是台军的训练和素质要比解放军更强。那么事实真就像台当局此人所说的这样吗？从其所说的事来看，舟山舰的确是与台舰有过一次遭遇。在演习开始的首日，舟山舰应该是在进行战备巡航，然后台军的一艘成功级护卫舰进行了抵近侦察。但是这次进行抵近侦察的是台海军的护卫舰，并不是所说的海巡舰。至于说出动海巡舰的一次，则是正好将此人所说的话给颠倒了。当时我军的052地驱逐舰太原号正在台岛周边进行战备警巡，台军一艘康定级护卫舰迪化号与我军军舰发生了对峙，双方距离最近仅为3海里。然后这艘台军军舰就开始摇人，叫过来一艘台海巡署的小艇。这艘排水近118吨的小艇主动使用无线电对我军喊话，称正在对解放军军舰保持跟踪监视，要求解放军军舰马上离开，不然就要采取驱力手段了。并且这艘台海巡署的小艇使用无线电喊话的时候，声音都带颤音，生怕语气不好惹怒了解放军不好收场。而在事情的最后，面对台舰的喊话驱离，我军舰艇直接选择了无视并继续前行，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也正是被无视，台军在第2天直接出动了10艘舰艇和解放军进行对峙，一时之间台岛周边就有了近20艘舰艇。不过对于解放军来说，这10艘舰艇只能算是毛毛雨。目前解放军海军舰艇数已达到3位数，这10艘连零头都算不上。而台海军则不同，台海军目前总共就22艘护卫舰和4艘驱逐舰，并且还都是老旧舰艇，需要维护保养。这次出动10艘等于是倾巢而出了。而且这次的20艘军舰对峙画面也已经公开，面对台军舰艇的喊话驱离，我军直接进行了强力反驳，并继续执行任务。台海军舰喊话没用之后，也只能不了了之，不然的话真动起手来，台海军舰艇的这小胳膊小腿儿根本经不起折腾。至于台当局此人所说的我军是为了应付美菲进行的肩并肩军演，想要赶紧交差这点，那就更是在扯淡。目前
整个东南亚地区国家的海军舰艇加起来，实力都无法与我国海军比拟。仅针对台岛进行军演出动的舰艇，只能算是日常训练。我军完全有足够的能力派出更多的舰艇去应对美菲进行的肩并肩军演。而说我军军舰中看不中用，战力不如台军，这点也是在胡扯。岛上的草莓兵大名可是享誉世界，前段时间还有台军士兵吃不上饭，饿得在沙滩上写字求救的事发生。就这样的战斗力，能和解放军比吗？在看到实际无法战胜解放军的情况，台当局这是直接玩起了精神胜利法。只要我说解放军不行，那解放军就是不行。信不信由你，反正我自己是信了。